一辆载有4人的霸王龙皮卡停在罗布泊无人区，车内并没有见到人的踪影。而在离车子2公里远的黄沙里，救援队伍找到了这几名消失的探险队员，他们的身体都被太阳烘干了，脸部呈现出碳化的状态。2天过后，警方发出通报，证实霸王龙皮卡车上的4人均已死亡。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得一众知情人站出说话。这个领队一点都不专业，车上只带了2瓶水，这不是找死吗？这4名遇难者都是什么身份？他们为什么会铤而走险，闯入明令禁止的无人区呢？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我国有许多闻名于世界的无人区，在网络的加工下，这些无人区成了冒险死亡、生命禁区等词汇的代名词。例如我国的羌塘、可可西里、罗布泊大多都是荒漠戈壁，水源稀少，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却总有人认为自己可以突破自然，最终以付出生命为代价，永远停留在那一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7月22日，一队拥有11辆霸王龙皮卡车的车队浩浩荡荡地从敦煌市出发，整个车计划用2天的时间穿越罗布泊，因此只准备了2天的水源和食物。因为罗布泊是规定的保护区域，未经当地政府批准是不能擅自闯入的。熟悉地形的领队便带着车队一路绕行，成功闯进了无人区。看着一望无垠的荒漠，车上的探险者都欢呼了起来。领头的驾驶员在兴奋的驱使下，车子越开越快，后面的霸王龙皮卡车也只能踩满油门，抓紧追上前方的领头车。兴奋使他们忘记了领队的忠告，那就是车队不能散。如果有一辆车子离队，那么那辆车将面临的结局就只有死亡。1天的时间，车队便逐渐开进罗布泊。就当车队准备从北线穿越出罗布泊时，领队的车却发现他们走错了道，奔着彭加木碑方向去了。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领队的车只好改变原本进行方向，从南线一行路穿越出罗布泊。计划的突然改变打乱了探险者们的心情，他们开始担心到底能不能成功走出罗布泊。因为留给他们的物资不多了，如果不能赶在车子油量耗完之前走出罗布泊，留给他们的结局显而易见。为了趁早走出罗布泊，前面的车越开越快，他们完全忘记了身后的车队。第2天，领队的霸王龙皮卡车终于开进了有人居住的地区，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随即整个车队都停了下来，准备稍作整顿。怎么只有10辆车？最后面的那辆车呢？另一个领队询问起了末尾的驾驶员。第8辆车的驾驶员表示，车辆之间的距离隔得太远了，为了避免掉队，他只能抓紧往前赶路，因此并没有注意到最后的那辆车子。话音落下，死里逃生的队员们才发现少了1辆车，领队只好将余下的部队安顿好，独自驾驶着皮卡车再次进入罗布泊，按原路返回。寻找到了停滞在沙漠中央的越野车，留在车上的3人都已出现了脱水的情况，领队所带的水根本不够几人喝的。正当领队准备将3人带上皮卡车离开罗布泊的时候，皮卡车也出现了故障，眼看着生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了起来。女队员强撑着一直下了车，烫脚的沙子令人眩晕的高温直接让她晕了过去，其余2人早已没了力气去将她扶起来。疲惫的领队只能走到车旁，准备从车中取出卫星电话。当领队打开车门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经过一顿翻找，他才找到了那个卫星电话。可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领队手里拿着的那个卫星电话也坏了。不愿放弃最后生的希望的他便拿着卫星电话离开了队伍，寻找起了信号。其余2人也都跟着领队离开了抛锚的车子。但由于体力不支的原因，他们都倒下了。那位寻找信号的领队也消失在了茫茫的荒漠之中，不见踪影。7月28日，未经报备私自穿越罗布泊的冒险者以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束了这一场挑战自然的闹剧。在近些年来，已经出现过好几例私自穿越无人区，最终丢掉性命的案件。可为什么还是有人不信邪，想要去挑战自然呢？这可能还是跟人们渴望能够征服自然、突破规则的心理有关吧。据知情人了解，
参加此次穿越罗布泊挑战的人全都是小有成绩的90后，大部分是四川人。他们跟着一名领队自驾从敦煌周边的阿克塞县穿入，并绕过景区检查，闯入进了无人区。2天过去，有6位冒险者成功完成了挑战，但余下的4人却永远留在了罗布泊。失踪事件已经报道，知情者大骂领队道：“这领队不专业，车上一瓶水都没有，生存所需的水源都没有。”领队单独驾驶皮卡车进入罗布泊寻人，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就算找到了，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资，那也很难将另外3人成功带出无人区。知情者还表示，这一车队大部分都是不具备穿越经验的小白，因此一进入罗布泊之后便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把领队说的话全都抛在了脑后。虽然大都来自四川，但冒险队里的年轻人并不认识彼此，缺乏团队精神的他们开着车便往前冲，丝毫不在意前后的车子是否跟紧了。除了缺乏团队精神以外，他们的盲目自信也是酿成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领队自信预估他们能在2天之内穿越罗布泊，所以整个车队只准备了2天的车油和食物。可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真的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能被挑战突破的吗？古时候的罗布泊的确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良地，但由于气候发生变化，塔里木河也改变了河道，原本水源充足的罗布泊便变成了一片干涸的荒漠。从20世纪开始，想要挑战罗布泊的冒险者便层出不穷地冒出，但他们的结局几乎都是失踪脱水死亡。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冒险者的死亡也为罗布泊这片宁静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恐怖的面纱。人们都认为罗布泊是一个不能再去的禁地，可随着时代的发展，此今装备都得到很大提升的冒险者又重新将自己的目光转回到了罗布泊这个在外界看来是一片禁区的圣地，自负将这群人带向了死亡。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失联的4人的车是因为加错了油导致车体抛锚，但这并不影响车上空调的使用。或许是因为心态崩塌的原因，望不到前面车辆的他们不愿在车上坐以待毙，所以熄火下车，开始了徒步求生。因为他们车子抛锚的地区离罗布泊的出口只有20-30公里，但他们低估了罗布泊的恶劣环境，也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素质。人站在70度的高温环境中，没有任何遮挡物，也没有任何饮水源，无异于找死。车上的女队员因为受不了炎热，曾提出回到车上，而关闭了空调的豪车则变成了一块导热性极佳的铁板，车内的温度甚至比外部的温度还要高。为此，救援人员遗憾地表示，如果他们选择待在有空调的车身里，或许他们还能有一线生机。可他们还是盲目地选择了下车。按理来说，一般挑战危险系数极高的冒险时，探险者都会找到自己熟悉的驴友，并提前做好准备。可这次的车队都是私下联系，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且11辆探险车中有9辆都是四川自驾车。从媒体报道的信息来看，这死亡的4人中3位都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探险者。因为他们的条件十分优渥，所以有闲钱不辞万里从四川自驾来到罗布泊寻求刺激。但生命没了，有再高的身价还有什么用呢？政府之所以明令禁止穿越无人区，一是因为那片地区并不适合人生存和居住，二则是因为无人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容不得人类的打扰。可是无人区稀缺的水源条件、触摸神秘的猛兽、无法连接上的信号，并没有劝退这一队人马，因为他们对自然没有抱有敬畏之心。从产生探寻罗布泊的想法到组建车队自驾到敦煌，这一过程他们都没有做好详细的打算。领队也只是通过网络上的熟人介绍认识的。当霸王龙皮卡车在敦煌与领队的车子会合之后，一行人便划定此次探险的路线。他们在没有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绕路逃过检查，擅自便闯入了罗布泊，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挑战自然。这种事并不是私事，因为一旦出现失踪的情况，政府就要动员大量的公共资源去进行救援活动。当警方得知有一辆车在罗布泊地区失踪之后，他们便派出了好几辆专业搜查车奔去了沙漠地区，在偌大的沙漠里寻找4位随时会更改行进方向的人，无异于是大海捞针。但人民的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经过长达10几个小时的搜查，救援队伍才发现了早已死亡的4人几具遗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碳化，看了直叫人唏嘘。与此同时，肆意穿梭的车辆也给无人区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罗布泊是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破的实验地区，原本脆弱的环境自然承受不起人类的叨扰。无论科技再怎么发展，自然都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我们需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珍视它的珍贵资源。户外探险也并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加的活动，它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奢侈的运动。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力财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无法开始这场冒险的旅行。例如，攀登珠峰的费用可以从几万美元到数十万美元不等，最基本的登山费用约为每人2.5万美元左右。但这还只是登山的基础花费，而想要最后成功登顶，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钱了，更多的是人的体力和毅力。很多向导甚至已经习惯了珠峰上出现的遗体。近些年来，慕名自驾而来，想要穿越罗布泊的人越来越多，有的队伍就不像这一队。缺乏团体意识和必备物资，一名曾经攀登过珠峰的户外达人罗玉，曾带着自己的儿子穿越过这一无人区。在户外要面对的意外太多了，有意外发生才是常态，意外的发生让罗玉改变了原有的行进路线。他们根据向导的指示，花了整整14个小时，才从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穿越回敦煌。接受采访时，罗玉表示，罗布泊对于准备充分的人来说还是十分的危险，更不要说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人。在沙漠中极易遇到沙尘暴和流沙，这2个危险情况，人想要在那种情况下自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有等待救援队伍赶来。罗布泊只有戈壁和荒漠，除了少量的野骆驼，很少有生物存活在那片土地上。该车队一行人的遭遇再次证明了，探索极限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草率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在做出探险决定后，他们应当更加仔细地做出相应准备，更需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是否能够应对恶劣的环境。领队的向导作为熟悉当地环境的人，更应做好风险评估。毕竟在没有信号的危险环境中，向导是探险者唯一的指南针。幸运只是偶然，不要觉得一次成功之后次次都会成功，更不要想着除了危险会有人给你兜底。探险应当是让人去探寻自己的极限，而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亦或是炫耀终身的游戏。自然赋予给了人类一切，人类便理所当然地觉得可以征服它，殊不知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也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缺少敬畏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不准备的冒险更等同于送命。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您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视频，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推送。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